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棵兰花种植上面的一个实验，然后我的操作方式，还有它的一个成效，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对这棵兰花做这样的实验的背后的一个故事还有原因。你可能有听说过板植兰花，其实就是将兰花上板，可能是上的是一块木头或者是神木屑的板子。那这颗兰花呢，可能就要说上杯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验或是玩法，其实是来自于这颗兰花它的一个idea。因为这颗兰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是我拯救回来的一颗兰花。那个时候我就是把它绑在这个杯子上面，然后它今年年初的时候终于第一次开花哦，所以我就看到这颗兰花的一个开花的样子。但是呢，我就发现它的根系长得相当的好，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大概一样画葫芦，用这样的一个种植方式哦，就是其实基本上很类似板植，只是它不是板子，它是一个塑胶杯，但是它背后有很多的洞。我钻了很多的洞。那它的介质呢，其实当时我记得就是很杂，就是有水苔，有树皮，有石头，有火山熔岩那你看到这两颗，现在我把它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都是用杯子。那我左边的这一颗，今天要讨论的这一颗呢，它的这个杯子呢就洞没有那么多，然后有稍微不同，有进行可能可以说是改良吧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我们再先来看一下这颗第一颗兰花，就是这个 idea 这个主意，这个实验的一个来源。你可以看到这颗兰花其实长得非常的好，它的根系长得很长。你现在看到这条根系它已经很长了现在其实更长了。那它的这个根尖你看到都非常的健康都有这样子绿绿的这一段，其实就表示这个根系还正在长。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杯子最下面我有用一条线就是把它绑住其实就是在固定这颗兰花，要不然其实应该可能就是会掉下来，从杯子里面掉出来那它这样子挂着我发现它虽然说在我的这个居家环境里面，它的这个介质干的比较快，因为其实这样，因为它其实里面水苔也没有很多，而且这样子挂着其实就是风很通风的情况之下，它的水分蒸发自然就快。但是我发现其实兰花它挺喜欢这样子干湿分明而且通风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兰花出现问题大部分都是因为它水分蒸发的不够快，所以导致烂根那你可以看得到它除了根系长得很好之外，它的叶子最新的这2-3片叶子其实都长得挺大的，而且呢差不多长度了，表示这颗兰花应该就是长到它最成熟的大小了那后面的叶子你可以看到稍微比较细一点，比较短一点。那这颗兰花我给它的就是浇水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杯子，那所以我都会把它取下来，然后用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杯子就是也是胶碟，然后呢就让它在那个就是杯子里面这样子泡个20-30分钟，然后我再把它拿起来，然后让它滴干之后呢，就再往上挂回去。那因为我家里面就是这个室内阳台它的这个养兰花的架子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有几颗兰花挂着，其实也蛮节省空间的你现在看到这边这个镜头它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另外一个
影片哦，是近期我拍摄的影片，就是也是给你看一下，它那个根系还是最长的那条根还是继续在长哦，我就怀疑它会不会长到我下面第2层的架子上面。再回到就是说，我很少有兰花是这样挂着的样，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浇花，我也没有很多时间能够天天浇花，所以我没有任何板植的兰花。但是像这样子的兰花，也是因为好玩啦，然后实验性质，所以就当时是不确定会怎么就会发生什么结果，然后我就把这颗兰花。用杯子这样的方式，然后绑住它，让它不会掉下来之后，然后就是按照一般的养护啊，给肥料啊，然后让它干湿分明啊，就这样挂着。好，那果然开了花，效果还不错。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还有其他的这个水耕的兰花，对于水耕。就是有长根，但是好像没有说很开心，没有特别喜欢水耕水培这样的一个做法。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那一颗兰花，就是你在影片最先前看到的那颗兰花，其实是我迷你蝴蝶兰里面有的水培迷你蝴蝶兰的其中一颗。它还是有长新叶子，然后还是有长根，长得也不错。但是我发现，其实比起其他水耕兰花来说，它好像不是很喜欢水培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对它的观察跟比起其他兰花的反应，我觉得它不是很喜欢水培。所以呢，我就索性好吧，那就再试试看用上杯杯植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测试看看。我还有另外一颗兰花，这颗兰花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那我一样是在它的杯底底部有打洞，但是呢，我又多加了一根铁丝，所以就是有时候呢，我其实是把它挂着的。那挂着的时候，它倾斜的角度上面，杯底会有一点点的水分残留哦。那感觉上这颗兰花对于这样子，我觉得挂着养兰花，其实好像那个空气的流通比较好，所以我发现这颗兰花虽然说它一样是种在杯子里面，但是我发现它在被我挂起来的时候啊，它的生长的这个速度啊，似乎稍微快了一些。那今天要看的这主角呢，其实是当时3颗迷你蝴蝶兰水培迷你蝴蝶兰里面的最左边这一颗。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它当时啊根系很差的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根系是长到水里面去哦。那但是呢，就比起其他的这个水耕蝴蝶兰来说，我觉得它的生长速度没有其他的好，所以我就索性呢把这颗也再重新改变一下它的这个种植方式，看看它的这个生长状况会不会再更进步一些。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说一下我杯子上面做了哪些动作。其实呢，在杯底的部分很简单的，我就打了5个洞，其实是让它能够提供杯内的通风。另外呢，其中的一边我又多打了1个洞，那这个用意其实是在于要能够把铁丝勾进去，所以这个杯子也能够呈现一个挂着的稍微倾斜挂着的一个角度。再来呢，这边的这2个洞呢，是要让兰花能够用铁丝来固定住的2个洞。那你可以看到当时啊，其实它是有在长根系的，但是就像我说的，它的生长速度啊，还有状况没有我预期的好，也比起其他的水培兰花来说呢，是明显比较落后的，所以我索性就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尝试看看。那这一个就是一个短片，让你们看一下这颗兰花它杯子做好，钩子挂起来，然后兰花固定好之后的一个样子。这种方式其实没有经过证实说一定会很有用，那我相信这个方式也不是我发明的，一定也有人尝试过，只是我没有看到有人分享。那在这边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个就是玩兰花的方式，但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自己要去考虑说你什么样的兰花能够
来做这样的实验。那我个人的建议，那我为什么能够很不担心的去做这样的尝试，是因为这个兰花呢是非常常见的兰花，那也是小型的兰花，很便宜，所以我能够做这样的实验来看看这棵兰花的生长速度会不会有进步。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实验呢，也建议你使用便宜容易找到的兰花来进行实验哦。那很快的哦，它其实它的根系呢就继续的长，它也没有因为我换了就是介质换了种植方式，而它就稍微停顿，然后它马上其实就适应了。那可能跟当时的天气好坏也有关系。那它中间的叶子当时呢其实也是每天我看它都感觉好像有长大一些。像这种现象呢，其实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积极生长的现象，就是兰花它你每天看或是每2-3天看，你会发现它的根系都有在长长，或者是叶片正在长大，这种都是积极生长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比较大胆的在氮肥、叶肥上面呢，能够多提供一些然后让它能够吸收到这样的养分。当然介质上面你其实还是一样，最好就是很干很湿这样的一个干湿分明，然后通风一定要良好，这样子呢它们每一次在重新吸收到水分的时候呢，就会增加它的一个生长的速度。那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根系其实真的就是长得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明显，几天而已你就会发现它这样的这个根尖就又继续往上长了，继续往前长。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